Hello，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一个包包，两种风格。艾芙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使用双面钩织的技法，搭配折纸斑的方式，制作出一个双面两用的包包。两种不同颜色的设计，使用时可以随心所欲的转换，以适应不同的场合，实用又有趣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五谷牛奶棉，使用两种颜色。A 色使用荧光黄，而 B 色使用桃粉色。你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。其他的配件你可以依照喜好准备2个纽扣，或者是弹簧圈的圆形环，以作为包包的安全扣环使用。而工具上使用了 3.5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成品的完成尺寸，宽有28公分，带深15公分，而提手的长度有27公分。首先基础行的第一行，使用 A 色，锁边起针，起51个锁针。这个起针数可以是5的倍数加1，起针数决定包包的宽度。51个锁针结束，基础行第一行的长度大概乘 1.2 倍，将会是包包的宽度。接着基础行的第二行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，我们跳过它，从第一行的锁针开始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一个短针，第一个短针我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再5个锁针，跳过4个针目，又从下个针目开始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的内容以5个针目为一组，每一次中括号内容会创造一个锁针空间。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结束，会剩下一个针目，钩织1个短针，结束基础行的第二行。最后我会创造出10个锁针空间。接着我们将 A 色修针，取下钩针，在这个线圈放上记号扣，以防脱落。接着我们往右，回到第二行的第一个短针上，引 B 色的线钩织。我们取下第一个短针上的记号扣，将钩针穿进这个短针，再引出线来，钩织基础行的第3行。首先4个锁针作为长长针的起立针，接着我们在这个5锁针的第3个锁针上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2个长针，1个锁针，再2个长针，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扇形花样。我在一开始的这个4锁针所形成的空间里放上记号扣，接着我们在每个5锁针中间的第3个锁针上都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而这个短针针目先跳过不看，这样每个锁针空间上方都会有一个扇形，因此在这一行会有10个扇形。
10个扇形花样结束，在最后一个短针上钩织一个长长针，结束这一行。基础行第3行结束，接着我们取下钩针，将 B 色修针。我们也在线圈上放置记号扣，以防脱落。我们将织片翻面，将修针的位置都放在右边，接着取下 A 色的记号扣，穿回钩针。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线圈，使线圈符合钩针的大小。此时我们让 A 色的锁针空间在下方，接着将 A 色的锁针空间向上对折，使每个空间对准每个扇形花样。接着我们以 A 色钩织基础行的第4行，先钩织4个锁针作为一个长长针，接着我们挑起 A 色的整条锁针链，并继续穿进 B 色的扇形中央，合并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2个长针1个锁针再加2个长针，小括号的内容也是一个扇形。我在4锁针所构成的空间里也放记号扣。这一行的针目安排与第3行是一样的，只是钩织扇形的时候，调整条锁针链合并后方的扇形一起钩织。10个锁针空间合并扇形钩完，在最后的短针上钩一个长长针，结束基础行的第4行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织片的基础行都打底好。接着我们将每一个颜色轮流钩织花样段，每个花样段包含锁针行以及扇形行。在每次钩完扇形行之后，都进行修针，再换到下一个颜色钩织。现在我们已经钩完 A 色的扇形行了，所以我们换到 B 色钩织。之后我们将每个颜色轮流钩织花样段，每个花样段有2行。首先是锁针行，写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第1个针目1个短针，接着钩织中括号内容5个锁针，接着将钩针穿进 B 色2个扇形之间，挑起整个 B 色，钩1个短针，我们重复中括号的内容一共9次。中括号内容重复9次之后，再5个锁针，在最后挑起 B 色上一行的4锁针起立针，钩1个短针，接着翻面，下一行是花样段的扇形行，先4锁针起立，
之后，也将每一个锁针空间对准另一个颜色的扇形，将钩针一并穿进锁针空间以及扇形的中央，合并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：2个长针、1个锁针以及2个长针。而一开始4锁针起立所构成的空间，这里我会放一个记号扣。锁针行会有10个空间，所以一共完成10个扇形。最后，在上一行最后一个短针上钩一个长长针，锁针行与扇形行是完整的花样段，每次完成一个花样段之后就休针，再向右回到另一个颜色，钩织下一个花样段，如此交错颜色进行钩织，形成双面的织片。我们可以按照影片的文字解重复编织，一直到这个织片的长度是宽度的3倍。我量了一下，我的织片宽度是21公分，因此我们将织片的长度钩织到宽度的3倍，也就是63公分。我们可以用 B 色为基准，数一下 B 色花样段的数量，建议 B 色花样段的数量也是3的倍数。我的织片 B 色一共有36个花样段，此时我就准备将 B 色引拔断线。而你会发现 A 色还缺一个花样段的高度，最后我们将 A 色做一个收尾，收尾的第一行钩织锁针行，针目的安排跟之前一样。而收尾的最后一行翻面，先钩织5个锁针，接着一样挑起整条锁针链以及扇形中央，钩织1个短针，接着又4个锁针，重复中括号的内容，一共9次。而最后一个锁针链及扇形合并钩织1个短针之后，2锁针，最后在短针上钩织1个长针，接着将 A 色引拔断线，这样 A 色的收尾就结束了。我们将长边平均分成3等份，每一等份有12段花样，织片的两边每等份之间都放置记号扣。接着如影片所示，将2个斜对角的记号扣对准对折织片，织片的长边平行对齐花样段，再将左方的一角向中间对折，
这个地方会进行缝合。我们将织片翻面，另外一边也是相同方式对折，并缝合这一段。此时 A 色明显在外侧，我们取 A 色的线，在 A 面缝合。我们可以对齐花样段，缝合的时候只挑 A 色的针目缝合。缝合结束都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袋子的另一侧也是 A 面缝合完毕之后，我们将包包往外翻。此时你会发现在 B 面缝合的地方还有缝隙，我们就以 B 色将这个缝隙也做缝合。你可以为它加上任何你想要的背带，或者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为它钩织一条双面的背带。基础行的起针数用11个锁针，之后按相同方法钩织，一直到这个背带到我所需要的长度。而2个颜色的起始与结尾的线头都留大概20公分用来缝合。我将背带的2端分别缝合在带口上面的2个角，缝合的时候颜色的方向也是对应着包包，并且用对应的颜色进行缝合。这样背带的缝合就很完美啦。最后，为了让带口更具安全性，我将2个颜色的毛线合并，从 V 型带口的中间引线钩织一条锁针链，作为它的扣环。钩完锁针链，引拔在相同的位置。接着断线，将2端的线头打结固定，并藏好线头。而在带口的另一侧，你可以选择在 V 型的地方2面都缝上纽扣，这样包包在使用时，这个扣环就可以扣在纽扣上。或者像我一样，以弹簧圈为它制作一条流苏，扣在扣环上。在包包使用时，将流苏垂坠在包包的另一侧，这个弹簧圈的重量刚好可以让包包的开口收一点。这样这个有趣又实用的双面腋下包包就完成啦。你会用哪2种颜色为它钩织呢？记得在留言处告诉艾芙琳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